我们就是这一关省略掉，就是譬如说问世的人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的他的问题，那我们接到了神尊讯息，就是啪1秒钟不到，我们就把神尊要告诉的话说给他听。信仰负重在人间，经典可以去绘画，天官五财神我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现在呢，我们就来聊聊，大家都会蛮好奇，常问我说，师姐啊，你是怎么样接讯息的？说到接讯息这件事情哦，我要先说，不要羡慕我们的行业，也不要觉得这行业很好。通常我们通灵服务人，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但帮助不了自己。就像算命仙哦，算得了别人的命，算不了自己的命。其实也不是真的算不了啦，因为算命仙同样套用那些统计逻辑，但是在套用在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无法解读，不知道怎么诠释的好。那我也是，我在服务到我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也无法平静。所以不要羡慕我们的工作你可以去来了解我们的工作，但是其实这份工作呢是要有天赋使命，应该说我们也要有大爱啦，一个爱人的心才有啦。好，那不管如何，我们就来聊一聊。我常遇到大家都问我说，师姐，你这个讯息怎么来的？其实是这样的我刚开始呢，在为财神爷做服务之前，我还不相信他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到财神爷，而且我也听得到他跟我说话。如果在我们神道教信仰里头那时候我是开了天眼，也开了天耳，但其实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的修行层次其实最 low 的，因为神明就要让你看到你才信没看到呢，我信吗？又来到另外一个层次咯。当我看得到他，听得到他的声音的时候，这是存在于我不信。当然不信之后，他的神迹慢慢展现我又觉得他也蛮厉害的呢。其实他说的话或帮助信徒在解问题，也是有很多神准不可思议。我就开始又多相信他一些，然后多相信他了一点之后在收讯息的状态反而来到了考验。我开始有点信他了，可是呢，我传达出来的讯息可能会有来自于神的意识，也会有来自于魔的意识，可能也会有来自我个人贪嗔痴的意识，也有可能来自于我收到来问世者案主的心思，变成是我所收的讯息是考验。直到现在，其实哪怕是我还是有怨气，就是那个怨气我收起来了，我到现在是完全可以欣然接受的状态我没有再看得到他的样子，我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也不再接受考验了。我直接就是他要给我讯息的时候是不透过大脑思考的透过大脑思考那个就是仁义我们就是这一关省略掉，就是譬如说问世的人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的他的问题，那我们接到了神尊讯息，就是啪1秒钟不到，我们就把神尊要告诉的话说给他听。如果当我们是人的时候，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思考，才会思考到决策。但是呢，当我欣然接受相信财神爷的时候，没有，是那一瞬间不到1秒就进来的讯息。也包含财神爷在服务人的方式是写诗文他写诗文写下来。我们说曹植他7步成诗嘛财神爷是秒间成诗，那这都是很难是带着仁义进行，因为带着仁义讯息就不对。所以来到后来，我能够这么快速的接讯息，或是说有问世的粉丝来到面前，他不用说他遇到什么问题，他只要拿枪禀报财神爷，我们负责把讯息传达下来就好。这个状况反而都是100%应对了那个问世者他的心里的疑惑。那要有这样的能力培养起来，我练习了一个叫无我这2个字。什么是无我？无我就是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意识想法。应该说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里头，我们不能有自己，我们不能因为看到问世的人哇，他打扮全身名牌一看就有钱人，我们就想要从中捞钱，不行。我们也不能说来了一个穿得乱七八糟都没有整理然后看起来像乞丐的，我们也不能把他推掉。基本上呢，无我的状态就是首先我个人要把我的贪嗔痴放下之外，我也不能有任何的判断。只要有缘来找财神爷，我们都不拒绝，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给我的钱是多是少，都随缘。所以呢，这个无我说真的，我花了20年的时间来练习，一直到现在。到现在你说我完全无我了吗？也不全然啦，但是就是说无我的状态我就要跟各位分享菩萨说的6度波罗蜜。这个6度波罗蜜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如何可以学习成神成佛的一个方式。它有6种，我觉得我要达到无我的状态是修了这个6度波罗蜜，才慢慢让我进入在这个状况。那6度波罗蜜是哪6个呢？来，我用比较口语化来表达啦。像第一个我们说的忍辱，忍辱就行都吞了给。不管今天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来了，境界到了，我们就是不管3七21，我不能发表我个人的心情想法言论都不行，也不能有所动作，我一切就是好，我吞进来，
我承担。所以呢，这就是忍辱，换句话说也是包容的意思啦。那再来第二个精进，他要我们一直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在对的事情里头去付出奉献。真正是做到给人嫌，咱嘛是爱走，咱讲的甘愿走欢喜修。不管如何，我们就是继续努力，但是是针对对的事情哈。那第三个叫持戒，什么叫持戒？我们必须是生活在规律跟秩序当中。就譬如说佛教常讲的戒律，我们一般在家人最好持守的戒律叫五戒。五戒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要造口业啊，不要在男女情色之中乱来啊，那你也不要有不好的想法啊，也不要对烟酒毒上瘾啦。然后这些戒律只要是对的，我们都要遵守；坏的我们不要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啦。再来第四个叫禅定。禅定我们都觉得说就在那边乖乖打坐啊，不要吵，专心。其实不是的。禅在佛门里头有分为动禅跟静禅。静就是你坐下来打坐，动就是你在做事情或是在行走的过程里头，你的心心念念都在神佛。还有你的心心念念也可以维持在一种我什么都不想，我有念头来就打掉，也可以是我有念头来，我好好观察我的念头的开始跟结束。只要让你在生活的境界里头是保持安定的状态，这就叫禅定。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在修禅定的过程，如果把它摆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它就像是要当一个有爱心的石头。石头就是你不要随着境界转啊，你如如不动在那，但我们要有颗爱心，我们要有热忱，要有真诚。在第五个叫什么？第五个叫布施。什么叫布施？布施一般来讲你捐钱就是布施吗？也不是哦。财神爷常常在讲布施，如果你定义是捐钱也行啦，但你不可以你有1亿只捐1000，那不用捐了啊。你也不可以你只有1000块全捐，也不行。你要扣除掉你生活必须等等的一切，不管是供养给长辈，或是付出给家庭，或是我的房贷啊、车贷啊，不管。布施是可以有比例的，但是必须是要把我们生活搞定再来做这个事情。那布施其实用财神爷的言语最快来说，布施就是分享一切美好的人事物。我就觉得这轻松多了。因为如果用佛门来讲布施，布施有3种啦：财施、利施、法布施。利就是有力出力，我们说财施就是有钱捐钱啊。法布施就像我们现在做的，我跟我们的商鼎数位出版我们共同在网络的世界跟各位分享财神爷所告诉我们的好事情，这也是法布施的一种。那法布施摆在一般我们的在家人怎么做呢？其实只要是美好的人事物，你愿意分享，都是法布施的一种哦。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再来介绍第6个部分，智慧啊。说到智慧这件事情，这也是我毕生在追求。应该说小女子啊，不好意思讲本姑娘，讲本姑娘有点狂妄啊。小女子也45了我这45年也都一直在学习什么叫智慧。后来我明白了，神尊告诉我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不要跟着情绪走就对了。不要随着你的情绪随之起舞，平静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也发现哇，其实平静是最高的一个能量呢。但是平静有多难啊？今天你眼前可能出现了一个帅哥，你的眼睛不看他都很难哦。那这有平静吗？没有，我起色心，这不行。或是说今天可能我先生故意捉弄我，让我生气，然后说真的，这个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人嘛，可能手就伸过去打他了。这个也不行。再来，我们要面对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们要如何没有自己的感觉？哇，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所谓没有自己的感觉，不是要你不去感觉，我们人不能切断的感觉。你切断了感觉，你不是血肉之躯。我们是要去明白了感觉之后，不能随之起舞。所以，譬如我感觉到也许我先生捉弄我，他让我生气，我可以笑笑对他，我不生气。我看到帅哥走过去我看一眼他长得很帅我们不能够争起后续的想法，就是我要如何占他为己有，不可以这样。所以打比方就是如此啦所以这个最后的智慧是最重要的。但这个智慧其实也不困难就是平静。你只要记得所有的境界到来，不管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你不要随之起舞，你让你的情绪放逐放任，这样就 OK 了。这就是智慧。好，所以跟各位分享，我是借由这6度波罗蜜的学习，然后来认识到无我这个状态。那真的无我这个状态是最棒的。无我也就是像平静，没有自己。这个时候你就跟宇宙大地连接在一起，你也会无所不能哦。师姐可以形容一下师姐以前看到的神灵是什么样子吗？它跟人长得一样吗？OK， 好。譬如我就讲我们家财神爷，因为我们家财神爷是神道教信仰黑明龙垮开龙就派其实当然它是有它的典故啦因为它主要它要展现黑色的样貌是第一个五行里头水属财，水的颜色是黑色，所以给人样貌是黑色的。再来，因为呢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其实难免犯贪嗔痴难免有邪魔歪道到来，所以财神爷所展现的法相是那种入木金刚样。
这边要分享就是说，我所看到的财神爷在我还不相信他的时候，他让我看到是有时候是他神明的样貌，就是穿的那个神尊的样子啊，然后就是那个木头雕刻的样子的形象，只是活灵活现，眼睛会动，嘴巴会动，这样就像木头在演一场戏给你看这是我看过的。我也看过他变成人的样子，感觉是这样，那个气场就像黑道大哥。然后我们在感觉他是黑道大哥的时候，会觉得不是啊，他没有那个罗马魁人家很正派，而且呢，他的样子是皮肤黝黑，是个大帅哥那个帅真的是人间无法有啦，我很难形容，真的找不到帅哥人间那个帅样。然后有阿尼基的感觉，不是只有我这种感觉。我后来发现，我们有一班财神粉丝，我们的女性同胞们，他们呢做梦看到的财神爷人的样貌也是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形容呢，我们都没说，我们都不好意思讲，怕人家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花痴，但其实不是，他的人的样貌，我们这样讨论下来，对，就是大哥的气势可以保护我们，是个正派的帅哥。那个帅哥正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恭恭敬敬，你不敢乱来的，不是想靠过去赖着他，想乱来的那一种。好，就我们也可以透过训练去接收到这种讯息。其实是可以的。就像我们有说到，潜意识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我们内在的灵魂，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本灵。其实世人的我们啊，我们根本的生命资源都是平等的，就像是我们空空来世间，什么都不能带，那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我们连享有的空气大家都一样，不用付费，无限提供给你，把费的吃到饱。当然我们享受的时间长短也一样，你24小时，我不可能25啊，你也不可能23，我们大家时间都一样，日子一年就365天，也包含我们这个地球所看到的空间，只要你有能力，你想去哪都行。我们享受上天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都是一样。其实人真的是生来平等，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生命它的呈现会不太一样？这跟修炼的功夫有关啊。修炼的功夫有高有低，其实也会造就不一样的结果。除非你有病变，你看我们人体的五官内脏都一样啊，不可能眼睛长在这里，也不可能嘴巴长在这吧，所以我换句话说，如果想了解我怎么知道是内在潜意识告诉我们的讯息，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冰山理论吗？冰山理论在告诉我们的人类的身心灵状况。其实我们大脑也是有开发10到20，底下8到90就是海平面以下这冰山都是没有开发的。如果你愿意来接触你的潜意识，如果你愿意来了解明白它，你会发现如果整个都被开发了，我跟你说，刚刚我所说的接讯息的力量其实你们也都有，每个人都有。你记得怎么样分辨我们的讯息来源？有时候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不透过大脑思考，你就知道这个事怎么解决，你这个就是神来一笔好，但是这个是往好的不是往不好的不会是告诉你如何去做坏事，都是告诉你如何做好事的。有时候可能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我发现我的大脑没办法思考，可是我有一种从心里涌现出来的感受想法，这个就是你内在要告诉你的讯息所以我会这么跟你们说的，就是学会分辨的讯息方式有2种第一个，从你内在涌现出来的声音，不透过大脑思考的，这个往往是你内在的灵魂在回应你的问题。那呢，如果你在思考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你想都想不通，可是突然我知道怎么做了，这就是神来一笔。好，所以跟各位分享要接讯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啦，只是我开发的早一点，你们接下来也不输我。所以我们换句话说灵性觉醒真的是很神奇。那镜头前的观众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试试看，之后我们有更详尽的解说在这个部分拜拜啦，下期见。这个看到的都是给你正能量的鼓励，但是呢，我们往往都活在他的负能量中。他的负能量怎么看呢？来，你们是不是看到无所不能？所以现实的你就忝的啦，忝死啊，不爱走啊，有够忝的。